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动作就是要进行次族群分析 （subgroup analysis）。那一样的就是进入到这个 analysis 里面，那我们进入这个 data 的这个页签，那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add subgroup 的一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呢，我们按了第一次之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先去修改这个 subgroup 1的名字。那修改完之后，再按一次这个 add subgroup。那一样，你也是把这个 subgroup 的名字呢做一些修改。修改完之后，你就会有2个 subgroup。不过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我们刚刚纳入的研究，它全部都还是在第一个 subgroup 底下。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它列为第2个 subgroup 的这些研究呢，我们把它移到第2组去。那我们使用的方法就是你在这个study 的后面的这个 action 的按钮里面，那你把它按 move data row to， 你按了之后，它就会跳出的视窗。那目前因为是在第一个 subgroup， 所以这边是有一点所谓的那个淡化。就是它就是浮水印。那蛋白它会主动的帮你加强的就是第2个 subgroup， 所以你只要直接按这个第2个 subgroup， 把它按下去之后呢，你的档案就会跳到第2个 subgroup 去。所以呢，一样的，你重复这些动作，把其他的2个也把它移到下面来，完成的结果就会长得像这样。所以你的第1个 subgroup 有1个档案，那第2个 subgroup 有3个档案，有3个 study。好，那你在移到 graph 的这个页签上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我们已经把它这个 first plot 就已经分成2个 subgroup。那第1个 subgroup 是manual acupuncture， 也就是一般的针灸，另外一个是电针。那这个一般的针灸里面有1篇文章，那电针里面有3篇文章。那它分别的结果，这个是第1个 subgroup 的结果。那这个是第2个 subgroup 的结果。所以它会分别秀出 subtotal 跟它的 confidence interval。那最下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在整个都合起来4篇，它的total 的 effect， 它会还是一样，就是会落在这个 0.99 这个位置。那下面的这些抑制性分析的这些东西还是一样不变。那你会看到它在那个 subgroup 底下，它一样会有呈现那个抑制性分析的一些结果。那这个抑制性分析做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怎么样子去做这个 sensitivity analysis。那进到这个 analysis 后呢，你会看到它在这里有一个 investigate sensitivity 的这个按钮。那我们按这个按钮进去，那会弹窗。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sensitivity analysis 的视窗。它是在这个Replan Web 面的界面，就是一个弹出式的界面。那这个弹出式的界面呢，这个结果一样你是可以存成它的影像档的。那另外呢，你会看到它有几个地方是可以选择，它可以有几个选项。像是我们一开始我们用的是这个 risk ratio 的这个指标。那你一样你可以去按看这个 risk difference 的结果。它会跟现在的结果有点不同。那另外我们目前选的是这个 random effect， 那你也可以去按看这个 fixed effect， 它的结果会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说你做了一些变动，看看它的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那一般我们在做 sensitivity analysis 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针对某一篇文章。如果我们发现说它的品质可能不太好，那我们可能会想要把这个结果移开，把它移除，把这篇文章把它的结果移除之后，来看看它对于我们整个 meta analysis 结果的影响。所以呢，它这边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打勾上面呢，你把它按一下，它就会变成叉叉。那假设我们是要移除这一篇，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它移除掉了，所以在这个图上面，它就没有显示它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会最后的这个结果
哦，它就变成0.92哦，所以我们刚刚的结果，整个 total 的结果是0.99，那它这边就变成0.92哈，所以它的影响其实也没有很大哦。那所以你就可以去试试看哦，如果把一些品质比较差的结果把它移除掉之后，那对于我们这个结果的影响啊，这就是 sensitivity analysis 的目的啊，它以及它的做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用的是所谓类别型资料的 outcome，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去用一个continuous outcome 的一个方式哈。那在这边你可以先去把一些我们刚刚没有建的一些文章呢，我们现在把它建立上去。一样的是，你可以去这个 study include study 里边呢，你再去 add study，add 完之后呢，一样你就先去建立一个 analysis add analysis， 它一样你去选择你输它的名称，然后选择它的 outcome 那我们这次要的是一个 continuous 的 outcome 你把它的名称加进去那它的分析方法这边是用 IV 的分析方法，那它的effect measure 是 standard mean difference 那它的分析模式一样是 random effect。好，那这些都建好了之后，那你就可以去像是我们文献上面的一个把资料输完，好，那它就可以画出像这样子的进行 subgroup analysis 的一个森林图。那它的 outcome 是一个连续型的资料所以是 standard mean difference 的这个指标。那接下来呢，要跟各位讲的是 risk of bias。那我们在文献上面都会看到，那它只会针对每一个 study risk of bias 去进行评估，然后最后它就会画出一些像是红绿灯就是traffic sign 这样子的一个图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来报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利用 Web 的这个软体来进行 risk of bias 它的资料的一个绘制。首先它这个 risk of bias 呢，它有不断的在做修改所以各位在文章上面所看到的那个项目可能会跟我们在这个 Web 上面看到的项目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先来在这个项目上面先把它做一些调整。当我们在完成之后，才会跟我们例子上面的一些图形一模一样，才会长得一样。所以呢，你进到 included study 里面之后呢，在这个 action 里面我们来做这个 edit risk of bias setup 那首先你找到这个 blinding 就是 performance bias and detection bias 这边那你进来之后，你把它 deactive， 因为这个项目呢我们用不到我们会有其他两个项目来取代这个项目。好，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 bl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的这个部分detection bias这个你要去做一下编辑，所以你先选这个编辑的部分，然后呢，把它从 outcome label 改成 study label。我们早期都是以 study label 来看这个文章的一个可能的偏误那后来就是更仔细的去讨论之后呢，他会希望说每一个你要去针对每一个结果每一项 outcome来去进行评估所以现在上面看到的是 study label 所以我们要把它改回去这个 study label， 那你才有办法可以跟我们文献上面长的是相同的。好，那因为你修改过之后，它就把它 deactive 了，所以我们要再重新把它 active 一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去输入每一个study 它的risk of bias 的一个结果那一样，你先进入到 include study那你针对每一个 study 然后进入它的编辑模式那到这个编辑里面呢，你会看是回到我们刚刚最早的一个每一个资料的一个页情它刚刚只看着这个 general 的部分那如果你要输资料，就会到这个 study arm 跟这个 result data 这边去输资料。那我们现在要输的是 risk of bias 所以你就是点选这个 risk of bias 这个页签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每一个 risk of bias 的一个项目，它有分成 low risk、high risk 那如果它没有提到或者是说明的不清楚，你就选这个 unclear 那你点了之后，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深蓝色的一个按钮所以呢，你就是按照我们例子上面的每一个
项目，然后一一去点选，选完之后呢，你再到这个 Figures 这个功能表上面去，你就会看到它有两个图已经做好图，一个是 List as Graph， 然后另外一个是 List of as Summary。那你可以去分别点点它，例如是这个 List of as Graph， 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在这个performance bias 跟这个 dictation bias 可能是这整个 meta analysis 里面那它的比较有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如果以每一篇文章来看那你会发现像这个问号呢就是 unclear， 然后绿色的绿灯的就是所谓的low risk， 红灯就是 high risk。所以以这个 Garcia 的这个第一篇的这个文章来看，它就是问号啊红灯比较多一点所以可能这个 quality 上面来讲，第一篇就会比起其他的来讲会差了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risk bias 的一个结果。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图叫做 funnel plot。那这个 funnel plot 就是针对我们整个结果，那我们去看一下，就是所谓的正向结果、负向结果，那它是不是有一个平衡状况？那这个 funnel plot 一样，从这 figures 这边进来我们去 add figure 那 add figure 之后，你选择这个 funnel plot 所以呢，第一个在 figure type 你选择这个 funnel plot 然后它必须针对某一个 analysis 去绘制这 funnel plot 所以你去选择你要的分析我们现在选的是第一个。然后下面它这边有几个选项，一个是你要不要分 subgroup 如果你有勾选的话，你就会看到它这边是一个 subgroup 那是黑色的，然后另外一个 subgroup 它就是这个红色的菱形。然后呢，要不要显示这个 effect estimate 它指的就是这个虚线那我们的 effect estimate 是 0.99 那所以它呈现了一个虚线在这个接近1的地方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funnel plot那你也可以自己练习一下，再新增一个 funnel plot， 然后建立的是另外一个 analysis。以上的这些变动呢，它都会自动储存所以呢，下次你再进来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已经存档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再去参看这个 Web， 它有一个 knowledge base， 那它有很多更详细的说明。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只是这一篇参考文献，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